我叫苏凡，一个普通到扔进人海里连水花都溅不起来的那种上班族。都市里的牛马，唯一的念想就是躲在小说里喘口气，尤其是修仙小说。苏凡，别吃了，赶紧把这份方案调整一下，甲方急着要。到这里，这部小说就完结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唉，完结了，韩师兄可算是化神飞升了。要是我也能穿越到修仙世界就好了，哪怕当个跑龙套的散修，也比在这破公司天天被甲方改方案强。这是哪儿？这难道是在梦里？不是梦。丙午年，青牛镇。不会吧，我穿越了？小说里的穿越者一般都会有个金手指，什么系统啊？为什么没发现有系统界面？也没有哪个苍老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响起。不会是那种又穷又普通的没有任何外挂的穿越吧？那我这运气也太差了。小凡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爹昨晚找了你一夜。这人认识我？我昨晚喝多了，在外边睡着了。你小子又偷喝你爹的酒了吧？行了，赶紧回去。爹，看来还有家人。行吧，开局一个碗都没有，连家都不知道在哪儿。这人认识我，说明我不是整个人穿越过来的，而是灵魂附身到了此人身上。还是先追上去问问。等一下！这就是我的家。没想到来到这个世界，居然还有了父母。哎，你这死孩子，昨晚上哪儿去了？你爹找了你大半宿，差点没把镇子翻过来。赶紧进来换衣裳，你看看你，浑身都湿透了，别染了风寒。跪下！跪下！按照这个世界的规矩，老子让儿子跪，儿子不跪就是大逆不道。算了，跪就跪。这小子今天这么听话。起来吧，换身干衣裳，吃了饭再说。这也太硬了，还不如点的外卖。你也不小了，该学门手艺了。整天就知道看那些神仙鬼怪的画本子，能当饭吃吗？画本子？看来此人的兴趣爱好和我一样。你爹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都自己撑起一个家了。娘，镇上有卖画本子的地方吗？有啊，镇西头王秀才那儿就有。你隔三差五就往那儿跑，还装不知道。王秀才，苏凡啊，又来蹭书看。昨天那本《游仙记》看完了？看完了，还有没有新的？有，刚到一本《太虚仙踪》，是从省城那边传过来的。王秀才，这书里写的东西是真的吗？世上真有修仙之人？你这孩子，看画本子看魔怔了吧？那都是文人编出来的故事，当不得真。这世上哪有什么神仙妖怪，都是哄人的。
回家吃饭。既然老天爷把我扔到了这里，那就别怪我掀翻这片天了。小伙子，小伙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这是怎么了？小伙子，你刚才晕倒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就是饿的。还以为又要穿越回去了，刚才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。我乃雷帝，此乃无之传承宝石。这个世界是一个名为九天仙域的修仙界，灵气充沛，强者如云。修行境界分为炼气、筑基、金丹、元婴、化神、大成、真仙、金仙、太乙、大罗、道祖。你所在的青牛镇，不过是九天仙域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凡间小镇，隶属于一个叫苍梧宗的三流修仙宗门的外围领地。我将修为与记忆崩碎成了12块碎片，散落在天地之间，得之可获无之不朽传承。修仙嘛，这修仙路，我苏凡终于来了。这都1天了，我还没有穿越回去，看来这次真不是梦了。雷帝传承碎片，每一次修炼都是渡劫，这也太刺激了吧！雷帝，你在吗？雷帝，奇怪，怎么这雷帝出现过一次后就没反应了？雷帝，九天仙域雷法第一人，曾以一己之力对抗3位道祖而不落下风。这么强的人，不知为何陨落了，居然将毕生修为与记忆崩碎成了12块碎片，而我体内的只是其中的1块。集齐所有12块碎片，便能获得雷帝所有传承吗？算了，现在可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，我还是先把眼下这一块参悟透彻，而且仅这一块也足以让我一个凡人踏入修仙之路，并获得雷电系的先天灵根，这可是极为罕见的属性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窝囊下去，得抓紧开始修炼，而且是越快越好。但首先，得找个没人的地方。起来起来，吃了饭跟你爹去镇上。李掌柜那边说了，今儿个就要你去上工。这天还没亮就上工，还不如上一世当牛马。别啰嗦了，赶紧的。走啊，爹。你小子去了别偷懒，好好干。知道了。慢点吃，别噎到。别光吃饭，吃点菜。走了。爹，青牛镇周边都有些什么地方？三面环山，北面是野狼坡。那修仙者呢？咱们这儿有修仙的人吗？这种事不是咱们能想的。爹，你给我讲讲苍梧宗吧。以前不是都和你讲过？没什么，就是想再听听。咱们青牛镇就是归苍梧宗管辖，每年镇上都要向苍梧宗上缴一定数量的灵骨作为庇护费。苍梧宗则会派弟子定期巡视周边，清除妖兽，镇压邪修，保护百姓安全。苍梧宗的驻地就在咱们青牛镇西边的苍梧山上。妖兽，爹，你见过妖兽吗？没有，只是听过。至于存不存在，就不好说了。爹，我想进苍梧宗。那可不是咱们这种人可以想的。整个镇上也没有几个能进的。怎么才能进？好像是要经过入门测试，或者有人推荐吧。你就别瞎琢磨了，老老实实在李掌柜那儿干。他可是镇上最有钱的人，开着镇上最大的杂货铺。哦，对了，
这个李掌柜的妹妹好像就嫁给了苍梧宗的一个外门弟子，因此她在镇上地位超然，连镇长都要给她几分薄面。看来这个工作必须拿下，这样就可以通过李掌柜了解更多苍梧宗的事情。而且既然苍梧宗的弟子每年都会来镇上收灵骨，也就是说，我迟早会接触到真正的修士。李掌柜早，这就是你家小子？是的，他叫苏凡，长得倒是周正，识字不？是的，是的，这小子喜欢看画本子，所以跟着王秀才学了不少。跟我过来吧。先把上个月的账目理一遍，我看看你的本事。这小子倒是识点字儿，但是这算账恐怕是不行了。我好歹也是本科毕业，这算术简直是小学水平。这小子什么时候会算账了？难道这也是画本子里学的？算完了。不错，不错，这账目理得清清楚楚，比我原先那个账房先生强多了。行了，就你了，1个月300文，中午管一顿饭。谢谢李掌柜，多谢李掌柜。哎，这都好几天了，也不知如何唤醒雷帝。不过从碎片中得到了雷帝心经，虽然只有前3层的内容，但对于炼气期来说已经足够了。我要尽快开始修炼。天地之始，雷霆为根，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充气以为和。雷者，阴阳之枢机，天地之号令也。修雷法者，必先正其心，诚其意，而后可以感天动地，召雷霆为己用。所谓修炼，本质上就是引天地灵气入体，淬炼肉身和神魂，逐步突破生命桎梏，最终超凡入圣。而雷帝心经的特殊之处在于，它引的不是普通灵气，而是雷电之力，天地间最狂暴、最纯粹的能量。雷者，阴阳之枢机，天地之号令也。修雷法者，必先正其意。普通修士修炼像在溪流中取水，温和而安全；修雷法则是在瀑布下取水，狂暴而危险。有意思，越危险的东西，往往越强大。我要尽快开始修炼。天地之始，雷霆为根，万物负阴而抱阳。苏凡，没想到你小子这算账还真麻溜，好好干，亏待不了你。在李家铺子干了几天账房，苏凡总算把青牛镇及周边的情况摸了个七七八八。他知道了野狼坡的具体位置，出镇北门，沿官道走5里，岔路口往东进山，再走3、4里就到了。之后的日子里，苏凡每天都会按照雷帝心经的功法打坐修炼。这晚，他终于感觉到了一种无形的能量在周身流转。这难道就是灵力？之后的几天里，苏凡每日白天算账，晚上研读雷帝心经，尝试感知天地间的灵气。就这样，很快小半月过去了。这雷帝怎么就没动静了？也不知如何唤醒他。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，隐约有种要突破的感觉，得找个机会开始尝试突破炼气1层了。苏凡，我去省城进货，这3天铺子关门，你就不用来了。娘，我想去山里打猎，散散心。那明天给你准备点干粮带上，别跑太远，注意安全。就这样，苏凡一大早就离开家，朝着野狼坡出发。他必须抓紧时间，争取在这3天里成功突破。就是这儿了。第1天，苏凡根据雷帝心经的突破之法尝试了很多次，但始终没能突破。经过1夜的沉淀，到了第2天清晨，苏凡隐约感觉到了体内产生了一股狂暴的能量，在其体内四处乱撞。
觉太奇妙了，难道炼气期第1层成了？这难道就是雷帝经书里提到的雷劫？竟然从炼气1层就开始了！切记，凡修炼雷帝心经者，每一次修炼突破都会引动天雷断体，这是雷帝传承的特性，也是修雷法者必须付出的代价。不会吧？刚突破就要渡劫？渡劫天雷锁定的是神魂，无论我跑到哪里，天雷都会追着劈。硬扛！我现在只是炼气期1层，身体比普通人强不了多少，一道天雷下来，大概率直接变成烤全人。不行，得赶紧想办法。苏凡的大脑飞速运转，回忆着雷帝心经里关于渡劫的每一个字。终于，他想起了关键的一句话：天雷断体，非为毁灭，乃为新生。雷至刚而至阳，人至柔而至阴，阴阳交泰，方可化雷为己用。也就是说，不能硬扛，也不能逃避，而是要以柔克刚，引导天雷入体，将其转化为淬炼肉身和经脉的能量。既然不能避，那只能硬接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来吧。来吧！还活着。炼气期第1层，稳固了。不对，不只是稳固。经过这次天雷断体，我的修为已经隐隐触及了炼气期第2层的门槛。只要再修炼几天，我就能突破到第2层。怪不得雷帝能成为雷法第1人。这种修炼速度，简直是开挂。虽然这修炼速度堪称开挂，但这种开挂是以生命为代价的。刚才如果不是识海中的碎片护住了我的神魂，我可能已经死了。而随着修为的提升，天雷的威力也会越来越强。之后每一道天雷都是一次生死考验。不过修仙本就如此。修炼完毕，苏凡没有急着回镇子，他在山坳里又待了半天，巩固修为，同时练习雷帝心经记载的第一个术法掌心雷。苏凡对着山坳里的一块大石头练了10几遍，但始终没有成功。苏凡没有放弃，就这样他整整练了1天。成了，掌心雷成了。虽然还不能发挥掌心雷的最大威力，但这是他在这个世界学会的第一个法术，意义非凡。快把东西交出来！苍梧宗的狗腿子也配跟我们要东西？苍梧宗的人，另外2个黑衣人是谁？别管先生，这些人最低也是炼气3层。糟了，被发现了！别动！你以为挟持一个凡人就能威胁我们？凡人也是人，你们苍梧宗不是自诩正道吗？眼睁睁看着一个无辜的凡人死在面前，传出去不怕坏了名声？你说的对，凡人也是人，但我们完全可以在他死之前先杀了你们2个。好险，以为要挂了。那是什么？难道他们就是在抢这个？交出东西，饶你们一命！休想，死也不会给你！有毒，留住呼吸！你看到了什么？如果说看到了，他会杀我灭口；如果说没看到，他显然不会信，只能赌一把。小人什么都没看到，小人只是进山采药的。采药的，躺下，让我查看一下。
你走吧，今天的事不许对任何人提起，否则……还好我只是修炼到炼气期1层，体内灵力微弱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加上我刻意收敛，对方又是仓促探查，竟然没有发现我的修士身份，否则可能就没这么容易放过我。对了，天机阁好像在哪儿看到过。这东西比我想象的值钱多了。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，每一份机缘都可能是用命换来的。既然命运把这东西送到了我面前，我就接着。这些事情还是别告诉他们了，免得他们担心。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吃了没？吃了。早点睡，明天还要上工。知道了。看起来有隔绝灵力波动的效果，怪不得那个苍王宗的没有察觉到。这么多人抢，这块玉佩一定不简单。天机令共有9块，持令者可以在天机阁发布一条必达之令，无论要求是什么，天机阁都会倾尽全力去完成。这不就是圣火令？难怪苍梧宗和那些黑衣人拼了命都要抢，这东西看来价值连城。可我现在只是个炼气期1层的菜鸟修士，拿着一块连元婴期老怪都眼红的天机令，这不是怀璧其罪吗？得藏好，藏得严严实实的。实力，我需要实力。按照这个速度，再有4、5天就能冲击炼气期第2层了，那岂不是又要被雷劈了？算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，总不能因为怕被雷劈就不修炼了。苍梧宗的人来找那块玉牌的。3天了，苍梧宗的人终于来了，看来那块玉牌比我想的还要重要。看到那几个人了吗？看到了。唉，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。这些神仙人物平时几年都不来一次，这次一下子来了3个，你可别惹他们，见着了绕着走。李掌柜放心，我有分寸。你是谁？让我进去。我知道你拿了一样不属于你的东西。你受伤了？嗯。你醒了，我去给你倒碗水。不用。
天机令和我那块一模一样。我叫沈清歌，天机阁阁老沈万钧之女。苍梧宗的人追杀我，不是为了我手中的天机令，而是为了让我父亲投鼠忌器。天机阁阁老之女，那身份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？苍梧宗一个三流宗门，怎么敢对天机阁阁老的女儿下手？天机阁内乱了，我父亲被人暗算，下落不明。我带着天机令逃出来，一路被追杀。苍梧宗是幕后黑手的棋子，他们想抓住我，用我来要挟我父亲。如果我父亲还活着的话，我在你身上感应到了另一块天机令的气息。该死，明明用隔绝灵力波动的布囊裹好藏墙洞里了，怎么还会被感应到？不用紧张，只有修炼了天机阁独门功法的人才能感应到天机令的气息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我需要一个地方养伤，3、5天就好。作为回报，我可以教你一些修炼的法门，指点你修行上的误区。你的功法很特殊，但你的根基太浅，很多地方做的不对。他知道我的秘密，不能被抓，看来只能如此了。成交，但有一个条件，你不能把天机令的事告诉任何人，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有同伴在青牛镇。我没有同伴，从今天起，你是我的临时同伙。那这几天你就在我房里养伤，我会和爹娘说一下，这几天不要来我房间。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你睡床上，我睡地上。娘，这几天你不要进我房间。好。就这样，沈清歌在苏凡的房间住了下来。白天，苏凡照常去李掌柜的铺子上工，晚上回来给沈清歌带吃的。沈清歌白天不出门，躲在房间里打坐疗伤，到了晚上会指点苏凡修炼。3天下来，苏凡对沈清歌有了更深的了解。虽然他刻意隐藏了真实境界，但从他偶尔流露出的灵力波动来看，至少也是筑基期的修士，甚至可能更高。他的见识极其广博，他指点苏凡修炼的时候，往往一针见血，直指要害，让苏凡受益匪浅。你修炼的是什么功法？有点特别。我就是有点好奇。那个，我……没关系，谁都有秘密。到了第4天晚上，苏凡从铺子回来，发现沈清歌的气色好了很多。你的伤好了？好了70%。那个，今晚我就要走了。什么？今晚就走？是的。苍梧宗的人还在镇上，你打算怎么走？有人接我走。对了，你手里的东西很重要，拿着它，可入天机阁藏经阁第3层。我们还会见吗？一定会的。沈清歌离开后的几天，青牛镇的气氛变得更加压抑了。没想到这苍梧宗又来了4个人。苏凡后来打听到，新来的是苍梧宗外门执事赵平川，他们开始挨家挨户的搜查，名义上是查找逃犯，实际上在找什么？苏凡心知肚明，得想个办法把天机令转移出去。小苏，发什么呆呢？哦，在想这账对不对得上。你这孩子做事仔细，我喜欢。下个月给你涨到350文。谢谢李掌柜。娘，我去屋里躺一会儿，有点累。今天怎么这么早？李掌柜说没事了，让我先回来。行，晚饭叫你。看来不能藏在镇上了。娘，我去后山砍点柴。早点回来，别走太深。站住！去哪儿？去后山砍柴。砍柴？行了，一个砍柴的有什么好看的？走吧。哼。
先在这儿待几天，等苍梧宗的人走了，再回来取。我现在早已是炼气期1层巅峰，随时可以突破，但一直在压制，因为突破意味着天雷断体，天雷降临的那一刻，方圆数里内的修士都能感应到灵力的波动，而苍梧宗的人此刻就在青牛镇上。不能再等了，与其被他们搜出来，不如赌一把。今晚趁夜色，找一个更远的地方，只要足够远、足够隐蔽，天雷的动静可能不会被注意到。炼气期第2层，成了。这就是雷帝之路，越被雷劈越强。也不知道刚才有没有被发现。有人，而且不止一人。糟了，是苍梧宗的人，还是被发现了吗？不行，来人的速度很快，跑是跑不掉的。刚才的雷劫应该就在这附近，人应该没走远，还在附近。难道是结丹期修士？看着雷劫，威力应该不像。青牛镇方圆100里内没有宗门，怎么会有修士在此渡劫？散修？不排除这种可能。天雷的强度不高，大概是炼气期修士突破引发的雷劫。要不要搜？搜。如果只是散修，正好抓回去交差；如果是那个女人的同伙，是镇子方向，出事了！好险，真的走了。好险，差一点就完了。是镇子方向，出事了！爹和娘还在镇上。爹娘！
兽，有妖兽从北边山里跑出来的，吃了好几个人了，快跑吧！难道？爹娘，你们在哪儿？娘，你去哪儿了？你知不知道吓死娘了？我没事，娘，我没事。你爹呢？你爹他。爹，撑住！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娘，帮我按住这里，爹不会有事的。妖兽，真正的妖兽。娘，你背着爹往镇子南边跑，南边有个土地庙，先躲到那里去。你呢？你不跟我们一起走？那是妖怪，你一个凡人去送死吗？娘，相信我，我会回来的。就是发信号向宗门求援，二阶妖兽根本不是我们能对付的。这就是妖兽。孽畜！就是！右眼是盲区，他在右侧转不过弯来。是凡人，让他回去，别在这添乱。他在干什么？疯了吗？快下来！那是……来吧！松手啊，凡人！你会被他带走的！你一个凡人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运气好。起来吧，你救了整个青牛镇。外门知县赵平川见过张师叔。飞剑，御剑飞行，能被筑基期的赵平川称为师叔，这人至少是筑基后期，甚至可能是金丹期。二阶中品妖兽铁羽墨鹰，你们遇到了这东西，伤亡如何？弟子轻伤3人，重伤1人，无人死亡，另有镇民伤亡，大约20多人。此人是青牛镇上的村民，一个凡人。但这次能斩杀铁羽墨鹰，全凭他拼死伤了妖兽的眼睛，弟子才能得手。你伤势如何？还能否站起？这是疗伤的丹药，服下后，你的伤3天内就能痊愈。多谢前辈。举手之劳。你叫什么？苏凡。
苏凡，我叫张道玄，苍梧宗内门长老。苏凡，你可愿意加入苍梧宗？苍梧宗收弟子不是要经过考核吗？常规情况下的确如此，但你这次斩杀妖兽，救了整个青牛镇，于情于理都该有所嘉奖。况且我观你根骨清奇，体内隐隐有雷灵根的气息，是个可造之才。苍梧宗不会错过这样的苗子。前辈过奖了，小人并非有意隐瞒。不知你用的什么敛气之法，竟然能瞒住他们。但你应该已经是炼气期2层了吧？炼气2层，我居然没发现。虽然沈清哥说苍梧宗背后有人控制，但是这个机会摆在眼前，没道理不去闯一闯。我答应。很好，3天后会有人来接你前往苍梧宗山门。这3天你好好养伤，跟家人道别。2阶妖兽的妖丹，在市面上至少值100块下品灵石。此次虽然损失不小，但这颗妖丹多少能弥补一些。加入苍梧宗，是我穿越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个重大选择。这个选择会把我带向何方，我不知道。但从今天起，我的人生将彻底脱离凡人的轨道。这是我爹传给我的，本来应该是我用完之后传给你，但我一个种地的，这辈子也没用过它几次。你不一样，你要去那个什么宗门了，以后要跟妖怪打架，用得着。爹，这把匕首我收下了。他爹，该喝药了。苏凡知道这一去，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。思来想去，他还是决定把天机令带上。还是带上吧，说不定用得上。爹，娘，等我学成了本事，我会回来看你们。苏凡，时辰差不多了，该走了。这就是飞行法器，也不知何时才能有自己的飞行法器。云就在我手心里，这感觉太奇妙了。赵执事，能否给我讲讲苍梧宗的事情？想知道什么？那就先给我讲讲苍梧宗的来历吧。苍梧宗的来历，既然你想知道，那就和你说说。苍梧山方圆800里都是宗门的势力范围。就这样，从赵平川口中，苏凡了解到，苍梧宗在方圆3000里的修仙界中，算得上一股不小的势力。宗门分为外门和内门。外门弟子多为炼气期，宗内有炼气期弟子500余人，筑基期执事30余人，金丹期长老5位。
苍梧宗的功法以苍梧诀为主，是一门中正平和的道家功法，适合大多数灵根的修士修炼。除此之外，藏经阁中还有上百种功法和术法，供弟子们选择修炼。宗门的资源按照弟子的贡献值来定，可以通过完成宗门任务、上缴灵药妖兽材料，或者在比武中取得好成绩来获得。贡献值越高，能兑换的功法、丹药、法器就越好。你刚入门，暂时以外门弟子的身份修炼。张师叔说了，先观察你一段时间，如果表现得好，可以破格提拔为内门弟子。对了，苍梧宗有没有跟雷电相关的功法或者术法？雷电相关的功法或者术法？也对，你是雷灵根，确实适合修习雷法。宗门藏经阁里有一门五雷正法，是上品术法，威力不俗，但修炼难度极高，近100年来只有一个人修炼成功过。谁？张道玄师叔。他也是雷灵根，难怪一眼就被看穿了。那就是苍梧宗的山门。苍梧山方圆千里最高的一座山，山巅的苍梧殿是宗门的核心，5位金丹期长老就住在那里。快看，这人谁啊？跟我来。赵执事，赵执事，这就是苍梧宗，好气派啊！这里将是我修仙之路的起点。这些难道都是灵草灵药？这些灵药都是宗门的财产，擅自采摘者，轻则逐出宗门，重则废去修为。是，看来有机会还是得学习一下炼丹术才行。这是外门弟子的住处，你暂时住在东厢第3间。明天一早会有人带你去登记造册，领取身份令牌和入门物资。好了，你先休息，晚点我让人给你送点吃的。爹娘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张道玄邀请我加入苍梧宗，难道只是因为欣赏我？还是说，他也感应到了我体内的雷地碎片？不管怎样，炼气期2层在这个世界连蝼蚁都算不上。我需要尽快突破到筑基期，才有资格去探索苍梧宗深处的秘密。按照这个速度，再有10天半月，就能冲击炼气期第3层了。你就是新来的苏凡师兄吧？我叫林小凡，也是外门弟子。赵执事让我带你熟悉宗门环境。林师兄客气了，我才炼气阶2层，应该叫你师兄才对。我先入门，你后入门，本来是该叫你一声师弟才是，但赵执事特意交代了，说你是张师叔亲自邀请来的，要以礼相待，所以我还是叫你师兄吧。那我们走吧。
林小凡负责新弟子的接引，是个话匣子，一路上嘴巴就没停过，给苏凡详细介绍了苍梧宗的基本情况。还有，玄冰峰是宗门的禁地，千万别去。玄冰峰，玄冰峰为什么是禁地？这个我也不敢乱说。听老弟子们讲，玄冰峰底下镇压着一个上古魔头的遗骸，怨气极重，修为不够的人靠近会被怨气侵蚀心智，轻则走火入魔，重则当场暴毙。林小凡先带苏凡去了任务堂，登记造册，领取身份令牌。这是每日任务榜，显示着每日已完成和未完成的任务。以后你也可以在这里查看任务，选着适合自己的任务。走吧，去领取你的身份令牌，你就可以接任务了。张师兄，带新进弟子领取身份牌。叫什么？苏凡。你现在是外门弟子，初始贡献值是0，想要贡献值就去任务堂接任务。多谢。林师弟，任务堂一般都有哪些任务？采药、巡山、看守灵田、清理兽穴。这个报酬最高，但最危险。那这任务难度怎么分？哎，对了，苏师兄，宗门任务从1星到5星，1星任务炼期1层就能接，5星至少筑基期。新弟子一般从1星开始，攒够50点贡献值才能接2星任务。我自己刚来时也是从1星开始，足足做了大半年才攒够50点。那这贡献值都能换什么？宗门兑换榜单上最便宜的一门下品术法要30点贡献值，1瓶凝神丹要20点，1把下品法器长剑要80点。贡献值能不能换成灵石？贡献值不能换灵石，不过灵石可以在黑市上私下换贡献值。这话别让执事听见。接下来，林小凡又带苏凡去了丹药堂。丹药堂是一座3层楼阁，底层是对外门弟子开放的，出售各种低阶丹药。这里就是宗门的丹药堂，底层是对外门弟子开放的。能否进去看看？别看了，看了也买不起。我刚入门的时候也是这样，看什么都眼馋。走吧，带你去藏经阁看看。藏经阁1至3层对外门弟子开放，4层以上需内门弟子或执事以上方可进入。走吧，带你进去看看，顺便看看有没有适合的功法。这就是藏经阁，不知道五雷正法放在第几层。走吧，进去看看。没想到一个3流宗门的藏经阁竟然就如此之大。去吧，前3层你可以随便看。新进弟子首次可以免费借阅3门功法。苏凡在藏经阁中翻看各类书籍，看了一些介绍修仙界基本常识的书，内容涵盖了灵根分类、修炼境界、常见妖兽、灵药图谱、各大宗门概况等等。同时也看了一些功法和术法，像青云剑法、火球术、冰剑术等等。但他发现大多数术法都需要特定的灵根才能修炼。这本倒是不错，但是可惜只适合木灵根修炼。虽然也找到了一些适合雷灵根修炼的功法，但是大部分都是些烂大街的货色，多为下品术法。正当他失望的时候，在最底层的木架上，他发现了那本五雷正法。太好了，居然在第2层就找到了。怎么只有前半卷内容？苏师兄，你拿基础炼丹术干什么？炼丹可是烧钱的活，丹炉、灵药、灵石哪样不要钱？外门弟子1个月才领1块下品灵石，买几株10年份的灵药就见底了。了解一下，没坏处。苏凡知道炼丹烧钱，但上辈子他看过无数修仙小说，深知炼丹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。对了，为何这本五雷正法只有前半部分？后半部可能在藏经阁4层以上放着吧。不过听说真正的全本只有张师叔有。
算了，就算只有前4层，也比什么都没有强。更何况，五雷正法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掩饰，真正的主修功法还是雷帝心经。陆师兄，这里就是宗门的比武场。平时呢，会有弟子们在这里切磋功法。这些人的修为大概在什么层次？用剑的那个是炼气期6层，火球术那个是炼气期5层，场边上站着的那个戴面具的叫周元，炼气期9层，是外门弟子中排名前3的高手，据说明年就能冲击筑基期了。炼气期9层，距离筑基也仅是一步之遥，实力绝非一般。周元，走吧，我还是抓紧回去修炼吧。站住！你就是新来的那个苏凡，听说你是张师叔亲自邀请来的，炼气期2层。张师叔的眼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差了？这是赵天龙，外门弟子中排名第5，炼气期8层。他爹是外门长老赵无极，在宗门里很有势力，别惹他。赵师兄好，小弟初来乍到，请赵师兄多指教。指教？哼！听说你用一把柴刀伤了一只2阶妖兽，一个炼气期2层的小菜鸟，编故事也编得像一点。赵师兄，事情的经过，张师叔已经看过了。如果你有疑问，可以去问张师叔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拿张师叔来压我？我没有压你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哼！你以为有张师叔就可以肆无忌惮了？好，很好，苏凡是吧？在这外门还没人敢这么盯着我。记住了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咱们慢慢玩。慢慢玩，可以。等我攒够了修为，陪你慢慢玩。苏师兄，你可真行！赵天龙这个人睚眦必报，你今天得罪了他，以后在宗门里怕是没好日子过了。我知道，但我不能跪着做人。走吧。哦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林小凡来找过他几次，都被苏凡拒绝了。他知道在这里实力才是硬道理，他必须抓紧每分每秒进行修炼。掌心雷已经练到第2层，对于雷电的控制也更熟练了。修炼到第2层后，苏凡已经可以熟练地控制掌心雷的威力，对于体内雷电之力的掌控也更加的娴熟。后面的几天，苏凡开始尝试修炼雷帝心经中的雷体，这是一门将雷电覆盖周身的防御功法。经过不断的失败，苏凡对于运转雷电覆盖全身也越发的娴熟。终于在不断练习了1周后，雷帝心经中的防御功法雷体第1层终于练成了。经过这些天的修炼，能感觉到距离炼气期第3层的突破又近了。如此一来，需要先准备一些巩固修为的丹药才行。看来是时候接第1个任务了。丁级任务：打扫灵药园5贡献值，照看灵兽5贡献值，抄写功法10贡献值，整理藏经阁8贡献值。这些任务太满了。丙级1星任务：清理苍梧山外围的低阶妖兽，每斩杀1只1阶妖兽奖励20点贡献值，上缴妖丹额外奖励50点。我要接这个任务。我要接丙级任务中最后一个。你炼气期2层，确定要接丙级任务？我确定。听见没？炼气期2层就接丙级任务，真是不要命了。就是，这不是那个新来的，真是不知死活。1级妖兽虽然不强，但也相当于炼气3、4层修士的实力。你一个人去，怕是凶多吉少。你确定要自己吗？我确定。好吧，既然你决定了，那我也不多说什么。记住任务期限7天，超期未完成按失败处理，扣除10点贡献值。
是妖兽的脚印。3只铁背狼，先解决幼狼，再对付成年狼。铁背狼的力量比我预想的还要强上数倍。爹娘，你们看到了吗？这是我击杀的第1只妖兽。这就是妖丹。虽然2只幼狼还没有形成妖丹，但它们的鳞甲和骨骼可以卖给宗门换贡献值。安全起见，还是先恢复一下灵力再走。好了，灵力恢复的差不多了，该回去了。还有妖兽。这股气息不是1阶妖兽。3阶妖兽，这难道是？这难道是狐狸？一般来说，小说中的狐妖可都是厉害角色。我这运气也太差了，这里怎么会出现1只3阶狐妖？你身上的雷电味道很特别，我在苍梧山住了300年，从来没有闻到过这种味道。妖兽会说话。对了，在修仙界常识里确实有介绍，一些妖兽修炼到3阶以上就能开口说话。你是谁？你身上有一股我很熟悉的味道。难道他说的是雷帝碎片？你到底是什么？不用害怕，我对你没有恶意，相反，我想跟你做一笔交易。什么交易？我需要你帮我找一样东西，作为诚意，我先帮你解决眼前的一个小麻烦。赵天龙的跟班，跟踪一个炼气期2层的小修士，真是够无聊的。现在，我们可以谈谈交易的事了吗？你是谁？你是妖兽吗？为什么你后面的尾巴一会儿4条，一会儿又变成3条？
因为我现在的境界不稳定，这也是我需要找你帮忙的原因。你说要跟我做交易，什么交易？我叫月儿，这不是我真正的名字，但你可以这么叫我。我在苍梧山住了317年，见过无数修士来来往往，但从没见过你这样的。我这样的？一个拥有雷帝碎片的炼气期修士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什么？雷帝陨落已经3万多年了，他的12块传承碎片散落在9天仙域各处。3万年来，无数大能修士都在寻找这些碎片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了雷帝的传承。不只是传承，雷帝当年之所以能力压3位道祖，靠的不是他的修为，当然他的修为也确实很强，而是他掌握的一个秘密。那个秘密关乎着9天仙域的根基，关乎着所有生灵的存亡。谁得到了完整的雷帝传承，谁就掌握了那个秘密。那个秘密到底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那个秘密的具体内容，但我在苍梧山住了300多年，见过好几波人潜入苍梧宗，他们只想找到跟雷帝有关的任何线索。最近这些年，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。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？你手里握着的东西比你想象的要重要1万倍。你以为张道玄为什么对你这么重视？真是因为你一个炼气期2层的散修，用一把柴刀伤了一只2阶妖兽。这种事在修仙界虽然不多见，但也没到让一个金丹期修士亲自邀请的地步。你是说张道玄知道我有雷帝碎片？不知你用的什么炼气之法，竟然能瞒住他们。但你应该已经是炼气期2层了吧？张道玄当时一眼就看穿了我的修为，还察觉了我是雷灵根。现在想来，可能真没这么简单。他可能不确定，但他一定有所感应。雷灵根本来就稀少，拥有雷灵根的人对雷电之力有天生的亲和力，而雷帝碎片散发的气息，雷灵根修士是最容易感应到的。张道玄也是雷灵根，他邀请你加入苍梧宗，恐怕不只是惜才那么简单。你还没说你要跟我做什么交易。我要你帮我找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我的内丹。你的内丹？你不是好好的吗？我300年前被人打碎了内丹，修为从6阶跌落到3阶，连人形都无法维持。如果没有内丹，我最多还能活5年。6阶妖兽，那不是相当于人类元婴期？你的内丹在哪里？在玄冰峰。300年前，苍梧宗的开山祖师苍梧子联合另外3位元婴期修士围攻我，夺走了我的内丹。苍梧子为什么要夺取你的内丹？因为我的内丹是罕见的冰属性，正好可以用来封印玄冰峰下面那东西的火毒。对了，玄冰峰禁地。听老弟子们讲，玄冰峰底下镇压着一个上古魔头的遗骸。林小凡提过那里好像镇压着上古魔头遗骸，看来是真的。你想让我帮你拿回内丹？不只是拿回内丹，玄冰峰下不只有我的内丹，还有你想找的东西。什么？另一块雷帝碎片。另一块雷帝碎片？你怎么知道玄冰峰下有雷帝碎片？300年前，苍梧子围攻我的时候，我亲眼看到他拿出一样东西作为封印的核心，那是一块紫黑色的碎片，表面流转着紫色的雷纹。他说，那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机缘，一块上古雷帝的传承碎片。你要我帮你潜入玄冰峰，取回你的内丹，同时拿走那块雷帝碎片？没错。你疯了！我才炼气期2层，玄冰峰是苍梧宗的禁地，有金丹期长老看守，我去了就是送死。你以为我会让你一个人去？虽然内丹没了，但我的经验和见识还在。我可以教你隐匿气息的法门，可以帮你避开巡逻的弟子，可以在关键时刻出手相助。我不会让你去送死。如果你死了，谁帮我取内丹？而且，就算你不去，张道玄迟早也会对你动手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玄冰峰虽然危险，但只要准备充分，未必没有机会。他说的没错，正所谓富贵险中求，更何况这雷帝碎片我必须拿到。交易成立，但我有2个条件。第一，在我有足够把握之前，不能贸然行动，我需要时间修炼，至少要突破到筑基期，才有资格考虑潜入玄冰峰的事。可以，300年我都等了，不差这几年。第二，除了修炼上的指点，你还要帮我了解这个世界，
我需要知道各大宗门的势力分布、修仙界的规则，还有那些想抢夺雷帝碎片的人。这些都不是问题，你想知道的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那成交。成交。为了方便联系，我可以施展一门秘术，在我们之间建立契约关系，这样就能在一定的距离内进行心灵通话。能听见吗？听见了。契约已成，从今往后，无论你在苍梧宗的哪个角落，只要还在苍梧山的范围内，呼唤我，我便能听见。天哪，这是铁背狼，一个人杀了3只，这怎么可能？回来了。炼气期2层，独立猎杀3只铁背狼，其中还有1只是成年狼。独自斩杀3只铁背狼，这成年狼肩高4尺，3只狼每只20点，成年狼妖丹额外50点。不错，很不错。听到没？此人才炼气期2层啊！这人居然一个人杀了3只铁背狼，这人谁啊？以前怎么没见过？1瓶培元丹需要50点贡献值，1枚氧气丹需要30点。我现在的贡献值购买2瓶培元丹，外加1枚氧气丹。不过月儿说，丹药这种东西不能乱吃。月儿，你在吗？在。你之前说张道玄也是雷灵根，他会不会也感应到了我体内的雷帝碎片？有可能，但他可能还不确定。但你现在就在苍梧宗，他的感应会越来越清晰。那我岂不是在给他送人头？这个词用的挺贴切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有办法帮你掩盖雷帝碎片的气息。狐族的幻术虽然以迷惑心智著称，但掩盖气息的功夫也是一绝。那赶紧教我。急什么？掩盖气息的术法需要一定的修为基础才能施展。你现在的灵力太弱，就算学会了也维持不了多久。先提升修为，等你突破到炼气期4层，我再教你。修炼还是修炼，这条路真是漫长的让人绝望。对了，你之前说你在9天仙域走南闯北300年，那你一定知道很多关于雷帝的事，能不能给我讲讲？我知道的也不多，之前都跟你说的差不多了。我想再听一遍。我曾经在一个上古遗迹中找到过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关于雷帝的一些记载。上面写了什么？雷帝本名雷震天，出身于一个没落的修真家族，幼年时被家族抛弃，流落荒野。他在一次雷暴中被天雷击中，不但没死，反而觉醒了雷灵根，从此踏上修仙之路。他一生坎坷，经历过无数次生死劫难，最终凭借一己之力修至道祖之境，成为9天仙域雷法第1人。但他最令人忌惮的不是他的修为，而是他发现了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不知道，据说那个秘密足以颠覆整个9天仙域的秩序，所以才会有3位道祖联手围攻他。那一战打了3天3夜，方圆万里的山川河流被打得支离破碎，最终雷帝陨落，3位道祖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一死2伤。他曾经孤身面对3位道祖，他曾经让整个9天仙域为之颤抖。现在这块碎片在我这里，我不能让它蒙尘。别想太多了，你现在要做的是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。集齐12块雷帝碎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你有足够的时间慢慢来。你的体质很特殊，普通修士经过天雷断体，怎么也得卧床1个月才能动，你倒好，2天就能活蹦乱跳了。
雷帝碎片对你的改造比我想象的要深得多。那当然，我可是天选之人。天选之人，雷帝当年也这么想的，结果他死得比谁都惨。你能不能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？那个秘密到底是什么？接下来的半个月，苏凡过上了规律的生活。白天，他去任务堂接一些简单的任务，赚取贡献值。晚上，他回到房间修炼雷帝心经。月儿成了他的私人导师，他对修炼的理解远超苏凡见过的任何一个修士。从灵力的运转技巧到术法的施展时机，从妖兽的弱点分析到各类天材地宝的辨认，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。苏凡有时会偷偷溜出宗门去苍梧山，外围猎杀妖兽，在实战中磨练术法。在月儿的指点下，苏凡的进步速度快得惊人。半个月后，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炼气期2层巅峰，而苏凡则开始在月儿的帮助下学习雷帝心经中的一门新的术法——雷步。这是一门身法类术法，借助雷电的爆发力瞬间提速。你应该是方式不对，不是把灵力全压进脚底然后冲出去，在脚掌触地瞬间把雷电压缩成极小的一点再爆发。控制比力量重要。就这样，在月儿的指导下，苏凡开始了不断的练习。虽然一开始还是经常失误，但对于在脚下凝聚雷电之力的控制越发的娴熟。不错，你的进步已经不小了。还不够。一开始总是因为雷电控制的问题失败，在月儿的指导下练了几天后，苏凡终于能够在雷步状态下保持基本的平衡了。虽然还做不到月儿描述的急如闪电，动若惊雷，但至少不会再撞树了。还算不笨。苏师兄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每3年1次的外门大比要开始了，所有外门弟子都可以参加，排名前10的弟子有丰厚的奖励。外门大比，第1名奖励1000贡献值，1次进入藏经阁4层的机会，还有1枚筑基丹。筑基丹，这可是炼气期修士突破筑基期时最关键的丹药。没有筑基丹，突破筑基期的成功率不到1成，有了筑基丹，成功率可以提高到5成以上。筑基丹是可遇不可求的珍宝。大比什么时候开始？7天之后，报名截止后天。苏师兄，你要报名吗？外门大比中高手如云，但筑基丹对我至关重要。如果能在大比之前突破到炼气期3层，说不定能搏一搏。我报名。你认真的？比赛虽然禁止下杀手，但受伤是在所难免的。你才炼气期2层，但我需要筑基丹。那你去报名吧。如果需要帮忙准备，尽管找我。炼气2层，你确定要报名？我确定。哎，炼气2层也敢报名？这是看来是时候突破炼气3层了。突破了！还好我早做了准备，施展法阵屏蔽了这里，
否则这么大的动静肯定会被发现。来吧！给我扛住！这是哪儿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又一个不怕死的。谁在哪儿？我这是怎么了？别费劲了，你现在的状态叫神魂离体，你的身体还在外面被雷劈呢。不过你放心，天雷已经过去了。你的身体虽然被劈得不成样子，但还活着。等神魂归位，休养几天就能恢复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3万多年了，第一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。我是雷震天，别人叫我雷帝。雷帝，真的是你？你终于醒了。我现在只是一缕残魂，寄居在碎片之中，连你的一根手指都打不过。3万多年前，我被那3个老东西围攻，肉身崩碎，神魂碎裂，只剩下这一缕残魂被封在碎片里，随着碎片在天地间漂流了3万多年。直到你吸收了这块碎片，我才有了一个栖身之所。你之前为什么不出现？因为我一直在沉睡，碎片中的能量太少，不足以支撑我的意识长时间清醒。今天你引来的那道天雷给碎片补充了不少能量，我才勉强醒过来。不过也坚持不了多久，过一会儿我可能又要沉睡了。那下次什么时候能再醒？等你找到下一块碎片，每一块碎片都储存着一部分我的记忆和力量，也都能为我提供维持意识所需的能量。你找到的碎片越多，我清醒的时间就越长。下一块碎片，我必须尽快找到。为了他的苏醒，也为了那个秘密。雷帝前辈，你愿意指点我修炼吗？小子，你知道3万多年来有多少人想得到我的传承吗？那些大能修士、天骄妖孽、宗门巨擘，为了我的一块碎片打得头破血流。你一个炼气期3重的小修士，凭什么让我指点你？因为我已经得到了一块碎片，而你就在我的识海里。你不指点我，还有谁可以指点？你不帮我，我死了。碎片落在别人手里，你也落不到好下场。你这小子嘴皮子倒是厉害。行，我答应你，在你找到下一块碎片之前，我会尽可能多多的指点你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我的路不好走，雷帝传承一步一截，稍有不慎就是魂飞魄散。你确定要走这条路？确定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雷帝的传人。我会把我毕生所学倾囊相授，但你能走到哪一步，全看你自己的造化。多谢前辈。别叫前辈，听着别扭，叫我老雷吧。老雷，一个道祖级别的上古高能，让我叫他老雷。好的，老雷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你也该回去了。炼气3层，成了。老雷，老雷，你在吗？雷帝说过，只有找到下一块碎片，他才能长时间保持清醒。现在我需要做的，就是尽快找到第2块碎片。醒啦！没想到这么快就醒了。我一直守在外面，苍梧宗的人应该没有发现。我昏迷了多久？2天。没想到你这身体强韧度比我预想的还要高。2天，看来这次比之前都要久。好了，我该回去了，距离外门大逼没剩几天了。雷帝传承果然没这么简单。
苏师兄，你猜怎么着？今年的大比改了规则，以前是淘汰赛，今年改成了积分赛，所有参赛弟子分成4个小组，每组内循环对战，胜一场积1分，负一场0分，每组前4名晋级16强，然后打淘汰赛。改了？不过有个好消息，分组是按照修为来的，避免高修为的弟子在小组赛中就碾压低修为的。你在第4组，跟你同组的大多是炼气期4层到6层的弟子，没有7层以上的。苏凡。张师叔，伤好了？已无大碍。不错，半个月就突破了1层，看来你在修炼上很用功。多谢张师叔关心。好好表现，这场大比不光是争夺名次，几位内门长老都会来看。如果被哪个长老看中了，直接提为内门弟子也不是可能。多谢师叔提点。好了，你下去准备吧。各位，3年1度的外门大比今日开始。这就是苍梧宗大长老金丹后期级修士。规则已公示，不再赘述。我只强调3件事：第一，比试点到为止，严禁下杀手，违者逐出宗门；第二，公平竞争，严禁使用违禁法器或丹药；第三，无论结果如何，都是苍梧宗的弟子，宗门以你们为荣。现在大比正式开始。这是来到这个世界后的第1次正式比赛，修仙大道必然需要步步谨慎，但机缘都是争取来的，既然摆在面前，那就没道理不去争一争。各位道友，第1季就先到这里，第2季内容正在抓紧制作，还不抓紧去做？说好的帮我取内丹，我可没几年时间了。道友们，第2季不见不散。